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杂志，我是大毛毛本。大疆在上周刚刚发布了新一代的便携无人机 Mavic 2。这次发布它一共有2个版本，一个是配置了1英寸底哈苏相机的 Pro 版本，另外一个是带2倍光学变焦的 Zoom 版本。哈苏这个曾经在商业摄影里边如雷贯耳的名字，它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那自从被大疆收购以后， Mavic 2上面配置的哈苏这个相机是不是传承着哈苏的画质？那这款机器是不是适合专业摄影师来使用？那第2代的飞行器比第1代它的飞行控制都好在哪儿？另外一个 Pro 版本和 Zoom 版本应该选哪个？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使用一阵 Mavic 2之后测试画质和飞行体验的结果。相信看了本期的节目的朋友能给自己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那作为一台无人机，我们先说说它飞行器本身。其实在2016年 Mavic 初代发布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成度非常高的产品了。那之后大疆又发布了 Spark 还有 Mavic Air 这2款产品，收集了大量用户的数据和这个反馈的经验。那如果说 Mavic 初代它的完成度可以达到98%的话，那经过这2年的积累， Mavic 2它的完成度我觉得99.5%。这台机器它有很多细节上的提升。首先，它的机身上采用大量的很重的圆润的这个设计，这种更符合空气动力学。别看这种很细小的设计，当飞行器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它可以大大减少它的风阻，可以提高整个飞行的电池的损耗，还有它的飞行的稳定性。Mavic 2代的桨叶是使用这种更宽大的低噪音桨，对比1代那种尖锐烦人的噪音来讲，2代飞行的音量还有它的频率声音就会更低一点。我们试过，如果你不开运动模式的话，基本在30米外你就听不到这个噪音了，所以飞行起来非常的友好。折叠方式跟1代是一样的，把它折叠好以后呢，完全可以放在背包里。但是有一点点发现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后腿，你在折叠的时候它会蹭这个机身，我们用了时间不多的时候，这已经蹭出痕迹了。对于产品设计精益求精的 DJI 来讲，这个设计稍稍有点粗糙了一点。2代的好处终于是增加了更多的全向感知能力。机身的上部、下部、前部和后部都是带主动避障的功能，而且左边、右边都增加了障碍物感知的传感器，所以你在飞行的时候更加安全。我们试了一下，跟我们的精灵4 Pro 比起来的话，它的障碍感知功能灵敏度更高，可以在你飞行的时候及时告诉你前方所出现的危险，大大增加了它的飞行的安全度。Mavic 2代相机云台的悬臂比第1代更大更结实，而且它是双轴支持，所以比第1代更稳定。但是记住，在使用之前一定要把镜头盖摘掉，因为这个镜头盖起的作用是固定相机云台，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受损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新的相机的位置比以前更靠前了，这有几个好处。第一就是相机它增加了大概左右120度这个 panning 的角度，另外它俯仰的角度也比以前更大了。这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现在在使用智能跟随这个功能，因为它的云台更快更稳定，而且再加上现在更新算法的智能追踪的这个软件，所以我们测试下来发现 Mavic 2在主动追踪物体的时候更顺畅更自然。现在您可以在拍摄追踪物体的时候，让飞行器完全替代您来进行自动的这个追拍，这样可以大大提升您的拍摄效率，减少您的拍摄时间。以前需要练习磨合2个小时拍摄的这个追踪物体的画面，现在只要1块电池就可以搞定了。在 DJI 官方宣传里边，这个机器它的飞行时间最大可以达到31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你带4块电池的话，可以拍摄2个小时的素材，整个一部电影都看完了。但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取景拍摄飞过去飞回来20分钟的拍摄时间是妥妥的。大家在下面看到那个素材，就是我们在墨尔本海边，当天有4级的大风我们在日落时候拍自动的延时嘛，从日落一直到天空整个变暗，20分钟的拍摄时间，自动飞回来还有20%的电，非常的省心。
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台机器大家最关心的东西——画质。相机就是这个小家伙，它是由大疆和哈苏联合研制开发的，它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 LED20C。这个相机是等效28毫米带2.8最大的光圈，在这个镜头后面呢是一个1英寸底2000万像素的 CMOS。1英寸底它比上一代的 Mavic 初代的2.3英寸的 CMOS 整整大了4倍。一般来说 ，CMOS 越大，它的动态范围也就越好，所以它的照片的宽容度也就越好，而且它可以拍摄4K 10比特的视频格式文件。那为了测试它们的画质呢，我们在白天、黄昏不同光线条件下拍了很多的素材。我们这个原始的素材会在视频的下边链接里边供大家下载，大家可以参考。整个相机10比特 HDR 的加入是我最期待的。10比特的画面色彩比起8比特整整多了64倍。64倍什么概念啊？如果你手里有红、蓝、绿、黄4个颜色的画笔，对比256色的画笔，那画出来的图像色彩层次肯定是不一样。10比特在你航拍的时候，尤其远景灰蒙蒙的这种画面里边，可以拉出更多的层次的细节，所以你在做后期调色的时候，给你更大的空间。虽然它的10比特是420的，但是因为有 H.265 这种码率的支持，所以它的码流还是不错的。1英寸底带来画质的提升，肉眼可见。尤其在高感方面，还是那句话，底大一击压死人。这款 Pro 版本的高感画质要比 Zoom 版本明显要好很多，但是比起大疆同门的 Micro Four Thirds 接口的 X5S 来讲，还是有一段距离。这款机器在 ISO 800以上噪点就比较明显了。机内它自带一键 HDR、清晰夜景，还有多帧降噪的功能。这些功能如果您只是业余用户发朋友圈来讲是足够实用了。但是如果您是严肃的摄影师，要求放大、打印或者是在屏幕上进行高精度显示的话，我建议还是手动拍摄 RAW 格式，然后在 Photoshop 和 Lightroom 后期里边做精细的调整。因为毕竟这些自动的功能，它生成的是 JPEG 文件，对于专业用户需求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距离毕竟相机内部的运算能力处理还是有限的。一键延时的功能也是如此，建议大家在拍摄的时候保留 RAW 格式文件，自己在 After Effects 里边手动合成。如果你使用自动夜景延时合成的话，它闪烁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你需要做 Deflicker。如果您不知道怎么做 Deflicker 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后期制作非常好的频道——视频大排档的特里。当然了，这台相机还有一些不足，比如像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这个28毫米广角的镜头筒形畸变非常的严重。如果你要拍摄像地平线建筑这种比较严肃的题材的话，你可以看到地平线是拱起来的，所以你需要后期校正之后才可以使用。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苏把一个区距只有28毫米的镜头筒形畸变没有控制好。我们买的是 Pro 版本， Zoom 版本在外观上跟 Pro 版本是一模一样的，唯一区别的是它相机的部分。Zoom 版本它使用的是一个带2倍光学变焦的相机，然后 CMOS 呢是跟一代一样的2.3英寸的小的 CMOS。Zoom 版本是非常好玩的一款机器，它是可以在拍摄的时候进行那种 Dolly Zoom 的特效，而且 Zoom 它有一个专门的功能，它可以在48毫米长焦这个焦距段拍摄9张照片，然后合成成一张相当于24毫米广角4800万像素超高精度的照片，画面非常的这个细腻。总结，买这个 Mavic 2 Pro 到底值不值？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个相机它的参数相当于索尼的黑卡相机 RX0 和 RX100 Mark 5。这个2台相机的市场参考价大概是1000到1300左右。那这款机器呢，我们也尝试把它当成一个手持的稳定器来使用，我发现使用起来完全没问题，只是最近对焦距离稍稍有点捉急只要大家不要离得太近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对焦距离大概是放在无限远这么远。也就是说，您买了一个集黑卡相机、稳定器一起的这么一个东西，最后飞行器你只是相当于花了区几百块钱。
那这款机器它因为有非常好的飞行控制功能，所以让摄影师把繁重的这个飞行的操作解放出来，可以更多的精力放在取景和拍摄本身。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推荐使用的一款产品。最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关于飞行安全的问题。对于墨尔本飞行的朋友来讲，一定要不能超过120米的高度，要30米之外远离人或其他的交通工具或者是建筑。然后另外呢，一定要在白天目视飞行。然后我推荐所有的飞行的新手要买大疆的飞行保险，以防万一。非常感谢支持我们这一次节目拍摄的大疆墨尔本 D1 Store 和他们的销售顾问以及飞手 Sam。如果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任何疑问或是评论的话，请在下边给我们留言。谢谢收看本期的采风摄影杂志，我是大毛毛本，咱们下期再见。